像这种下雨天的话，你拿 Pocket 3就比较有机会淋到雨，然后机器有可能会失灵。因为我发生过一次，它收音整个就闷掉了。一来地光好的运动相机真的帮助你创作很多。哇哦，这个收音品质的表现真的有惊艳到我，我会愿意为了它的收音效果，让它变成我 Vlog 的主力设备。我下个月去韩国的时候，也许会试试看全程只用它拍 Vlog， 认真的。S Pro 2， 这要卖给谁，应该蛮明显的吧？我甚至不用做任何测试，你就已经可以预期它的机身指向麦克风的收音表现了。就很少有其他的摄影设备身上会出现这种专业级的麦克风防风罩。如果能再搭配它的原厂的 GPS 预览遥控器，你就可以将它挂到胸前，夹到栏杆，或是摆在离自己很远的地方，然后用手表来查看画面、更改参数、按下录影，甚至远端开关机。没有任何其他 Vlog 设备可以做到这件事情，也没有任何专业级的设备可以在这么低的时间成本做到监看、远端遥控、指向收音，还有自拍翻转荧幕。所以很显然，你要做 Vlog， 你要轻松入门的做 Vlog， 即使你已经是一个专业的创作者了，我也会认为 S Pro 2绝对要列在你的采购选项当中。S Pro 2在解决的痛点，我觉得有3个。第一个是环境变动下的收音问题。旅游练习的 Vlog 在爬山、骑车、玩水、刮风的行程里面，这个麦克风罩可以保证你的收音至少是清楚的。第二个是昏暗环境下的画面清晰问题。S Pro 系列的低光画质，从第一代大家应该都是有目共睹的吧。第二代加上影像处理器的晶片之后，整体的曝光度更适合直接剪辑出片，减少调色上的麻烦。帧率的提升也是实打实的，用得到 4K 60P 的创作者绝对是有感加分。那第3个的话就是脱离双手的操作问题，你总是会有一些时候会希望相机可以试着用不同的方式去呈现你的画面，比如摆拍，将脚架摆在远远的地方要拍自己，那这时候你要来回跑去弄那个相机就会很麻烦。又比如你挂在胸前，以前你只能盲拍再回去确认素材可不可以用，然后发现你的视角是太低或者是画面歪掉，只有拍到对方的下巴。但有了 Insta360 的手表、远端遥控与监看，绝对可以让你在创作的路上少走很多的路，物理上的少走很多的路，来回确认跑素材真的是很累。教你一个简单可以让你影片变好看的技巧，就是逼自己一直说话。我知道这对内向的人来说是很痛苦的，坦白说我也超内向，结账时恨不得店员都不要跟我讲话的那种。但拍摄归拍摄，拍摄时我就是必须强迫自己切换成聒噪的人，不管是跟身边的人讲话，还是对镜头一直讲话，你就是要一直讲一直讲，磨练自己与镜头相处时怎么有条理的说话或搞笑。因为有对话才有火花跟摩擦，内容才会有趣。所以如果你觉得你的 Vlog 都没人看，你先试着逼自己对镜头说话，或者是跟镜头说话。那让脑子转起来，这对你的创作应该会很有帮助。即使结果是启发你想要成为不对镜头说话的创作者，至少你试过，试试就试试。我最近看了一部动漫叫《关于地球的运动》，里面有一句话很触动到我，就是 A 问 B 说：“你可以告诉我读得懂文字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吗？”因为在那个时代，只有贵族可以阅读和写字这样子。然后 B 就跟 A 说：“我可以告诉你，但是你可以向我发誓，你不会去向教会告发吗？因为这可能会触犯禁忌。”A 说好，然后 B 就说：“读得懂文字怎么说呢？简直就像是奇迹。对，因为你可以透过文字去读到古人以前留下的话语，很像跨越了时间跟空间，和过去的人交谈，这不就是一种奇迹吗？当然我说的这个奇迹和教会的奇迹是不同的意思啦。对，就是蛮有趣的一段对话，很触动到我。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去看一下那一部动漫。想不到我在七彩评测的影片里面推荐动漫吧？所以说话这个语言及情感的交流，对 Vlog 而言是非常重要的。那你收到声音有风签，那破了面包的，那观众就会听不下去。即使你没有想红，你也应该不会希望你收下来的素材的声音是一堆破了面包。我们不是电视台，我们不用把音质拉到满分，但音质不好跟破了面包是楚河汉界的差异。有的人会想用无线麦克风去解决这个问题。但你会需要注意领夹的摩擦，
电量，还有连线讯号稳定的问题。我通常会建议有人负责监听的情况下才使用领夹麦克风。那还有一种情况是指向麦克风，但装上去以后体积不但变大不少，也要看你的相机能不能装。那如果你的相机本体就有足够好的麦克风与防风罩，你就可以在裸机的状态下得到相对清晰的收音。所以 S Pro 2很好契合了我的需求，它太方便了。就是指向麦克风收音清楚，低光的室内画面清楚，超清晰的自拍大萤幕，防水防摔，磁吸结构，还能远端监看画面跟遥控它。哇，你还想要它怎么样？这很无敌了吧？有些人可能会纠结它的画质够不够好，我们稍微聊一下它的参数规格好了。录影格式最高 8K 30p， 并且可以拍摄 4K 60p 的 HDR。如果你喜欢建立个人风格，它还额外提供了你一些内建的色彩模式，比如徕卡色彩模式，以及未经调色的专属灰片 iLog 模式。如果我没有记错，这应该是 Insta 360第一次在他们这个设备上面提供 log。听不懂的新手忍耐一下这段啊。我知道有些人不喜欢8bit log， 它调色可能会出现断接啊，就色彩过度会有一格一格的感觉这样子。但在这个饱经风霜，我这个饱经风霜的老人经历过 Sony A73 的洗礼来说，我好像意外的可以忍受。我没有接受，但是我可以忍受。尤其是在社群平台一直在降码率的这个现在，如果你只是想要试试看套个颜色，建立你个人的风格，那有这个 log 的功能，起码你可有这个选择。那回到我自己，我会用吗？说真的，我还真不会用。我发现它在夜景增强的模式下是不能套 iLog 的，所以就是你可能在一般模式下套 iLog， 它现在是晚上，你可以看一下。如果是晚上的 iLog 套上还原的话，你的那个噪讯是不是可以接受的？这样子 ，OK。它 log 的细致度跟颗粒感都还没有到很成熟啦，我不建议你在 S Pro 2上面使用 log。色彩模式新增了徕卡鲜艳还有徕卡自然，但我觉得最原本的颜色是最好调整，肤色也是最自然的。我的建议是拿起来拍就对了，什么都不用调最赞。那保护镜可以拆这一点是 GoPro 好几年就有的设计，所以我不认为这个叫进步。但至少如果你现在炸机了，你摔机器了，你很有机会只花一点小钱换掉这个保护镜就好。翻转萤幕尺寸疑似变大了一点点，尺寸感觉无感，但画质摆在一起看是蛮明显，感觉比上一代好很多的。当然一代其实已经够好用了，我会说一代是让你看构图用的，二代则是让你看拍摄的东西有没有焦点，就精致了很多。它现在最近对焦距离有做得更近，就是你手可以伸出去少一点，但说实话并不明显。然而视角变广这件事情还是非常有感的，更广的镜头代表你可以开启更多需要裁切画面的功能，例如消除扭曲、45度水平，还有360度水平等等，而不裁切掉太多的画面。在 Vlog 的拍摄里面绝对是加分很多的。其他像时间码我用不到，也许你是需要的，但我用不到。水下摄影模式蛮好的，它可以修正掉一些水中红光不足导致画面发蓝的问题。画质方面，在精细的程度没有明显的提升，但色彩跟曝光的演算法有针对人脸改善了不少。两台放在一起比，你可以肉眼可见的看出它的差别。至于低光画质与其他品牌的比较，我知道你们也在敲碗它跟 Action 5谁比较好，我很快就会评字了，再等等我。对，抱歉，真的有点忙。但我先简单给你一个强心剂。只看画质的话，网络上有人说 A 比较好，有人说 B 比较好，所以事实上你的这个答案，画质好不好的答案，会因为摄影师拍摄环境的不同而变得不客观。两台难分轩轾，但你跟我应该都同意 S Pro 2和 Action 5这两台在这个时间点就是低光画质最好 ，the top，the most 最好的两台运动相机了，同意吧？那你同意的话，这两台你都可以完全放心买。至于是买哪一台，我之后横评会一起讲。但是如果你的决定是要买 S Pro 2的话，我认为它绝对是一台不亏的好设备。虽然是这样讲，但还是要讲一下 S Pro 2的缺点，应该说是小遗憾啦，就是你们有可能会选择不买它的原因。第一个最难克服的遗憾就是焦段。那焦段这个东西与手机这种3眼怪、4眼怪相比，少了望远焦段确实可惜蛮多的。你可以考虑让它作为 Vlog 的主设备，负责收录你对它说话的，还有跟这个世界互动的素材。
望远焦段的素材，你再用手机的长焦端去补，但这是一套非常轻便的旅行配置。再来是无线麦克风的蓝牙相容性，我发现 S Pro 2其实也不差它也可以调整无线麦克风的增益。只是因为你没有空去监听它的效果怎么样，所以 DJI 系统在无线麦克风的领域可能相对会稍微有优势一点。当然，如果你跟我一样拍 Vlog 不喜欢用无线麦克风，更喜欢那种直接收到自然的感觉，那 S Pro 2的指向麦克风真的会非常舒服。前面已经测给你听过了嘛，就是足以压过其他设备一头的那种有感升级。但我不用无线麦克风，不代表你不会用，对吧？你可以自己再烦恼一下。有一个配件是我觉得有点烦的地方就是它的麦克风防风罩。就是如果你要泡水淋雨，官方会建议你把它换回扁的那个封条，可是你很难随身带着它，你会怕搞不见。我会建议你多买一个原厂电池，它会附一个电池盒，然后我会把这个封条卡在电池盒里面，这样就不会忘记带出门。还有什么遗憾对，8bit。但我其实不认为我需要10bit你去看一些大创作者，例如1+1好了。他们有一支 Vlog 全程就是用 S Pro 系列在拍摄的，质感也是维持得非常的好。我认为在职业影视的制作团队里面，没有10bit 或许会是一个阻碍。当然，如果你比起10bit更需要远端监看运动相机上面拍到的画面，那目前市面上只有 Insta360有出它的图传手表。这个配件也是我在拍整人节目之类的影视制作，反而会选择 S Pro 系列来工作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这个远端监看加遥控真的省很多事情。讲到系列 S Pro， 我觉得它算是很为用户着想我发现它的电池跟充电器是可以共用的，快拆的底座也是长一样。原本 S Pro 的用户想要升级的话，应该是可以无痛升级的，就你只需要换主机，其他东西你几乎可以沿用。这个就蛮赞的。新款的电池是1800毫安时，旧款的电池是1650毫安时，但它们的体积跟接点都是一样的。我把旧电池插到 S Pro 2上面也是可以用，目前是没有遇到什么问题，正常混用中，甚至连潜水壳也是通用的，体积是没变的，这个必须按赞。我觉得它可以帮想升级的人省下不少换配件的钱。对了，配件，我最推荐的第一个 S Pro 2配件是脖挂，因为它支撑性够好，买原厂的就可以了。然后你可以直接把它这样子拿在手上自拍，然后当成一个自拍杆，也可以挂在脖子上面拍摄，解放你的双手，让你更轻松自在一点点。我自己是觉得很好用。那第二个配件是 GPS 预览遥控器，就是这个图传手表。我会推荐任何预算有道的人务必试试看这个独家配件，这是其他品牌都没有的。你可以在手表上面看到时间，可以控制 S Pro 2的开关机，可以监看你现在正在拍到什么画面。比如说弄在这边的时候也可以看到，弄在这边也可以看到，走超前面，其他品牌根本望尘莫及。这个绝对是诱使我使用 S Pro 2拍摄非常大的一个诱因。不用来来回回走去操作那个相机的感觉，真的太舒服了。虽然你也可以使用手势拍摄，就是对相机做出一些手势，用来控制拍照或是录影这个也很好玩。但是有了 GPS 预览遥控器，它会帮你打开另一个世界，你就是走在整个科技最前面、最未来的创作者。第三个推荐的配件是它的快拆支架，坦白说这个有点贵，但它是铝合金的，耐摔不易变形，而且还有磁吸分体式的结构，就它上半部是有大概一个1/4螺丝的，然后你可以拿去装手机夹，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一支两用。实体不得不说它的做工真的是非常好，品质呱呱叫，而且底部有螺丝孔，也有 GoPro 系列的通用螺丝设计，会想要插上自拍杆，有这个螺丝孔还是很加分的。最重要让我想要推荐它的理由是这个锁，就是原厂附的那个塑胶夹子是没有这个锁的。如果你会拿它去做一些比较激烈的运动的话，你会担心误触快拆，然后解开你的快拆相机喷掉的话，有这个安全锁应该会安心不少。来说说购买的结论吧，什么人可以买？任何打算做 Vlog 的人都可以买。配件选择多样，低光与收音兼顾到及格。然后耗电发热控制的也不错，我想象不到它有什么不适合的场景，所以要用就买。那什么人不要买？我觉得如果你有需要一些非常专业的影视规格，例如10bit，例如 log， 或者是更介意要有无线收音的，那你可以再犹豫一下下。但这个手表真的是很甜用过就回不去了，而且指向麦克风的收音也是真的很舒服，拿起来就拍的感觉太舒服了，我觉得值得一试啊。
那这次就讲到这边，如果你们对 S Pro 2还有什么疑问，都可以再留言给我，我尽量回答你们。那相机的横屏啊，请再等我一下下，就是把运动相机放在一起比较的内容，我还在努力筹备中，请你们再稍等我一下，不好意思。那如果我的这些建议能帮助你选购到你适合的设备，那再好不过。还有其他想看的内容，也可以留言跟我讲，我会尽量拍。就这样子，我是詹斌，冰岛来了，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